各位投资视角的朋友，大家好哈！很高兴呢，上一次是我们投资视角改版之后的一个第一集哈，那这次呢来到了第二集，我们想要谈的东西是所谓投资上应有的心态是什么？那我们在讲这个心态之前呢，我们先讲投资跟投机的一个差别。那么投资到底是什么？投资其实就是我们对于未来的收益，我们现在做些什么事情。也就是说呢，我们将我们现在手上有的资源，比如说是资金，比如说是资本，可能是技术，可能各方面的东西呢，去投入特定的一些标的或者一些事业。这样子的话呢，来换取未来。严格一点来讲，其实它就是说用现在的资源去交换未来你所想要的一个价值。所以说，在这个东西呢，基本上是比较偏长期的，所以我们叫做投资。那么投机是什么？投机呢，它就比较属于看的短线的，希望短线赚价差的，快速获利的，比较不会去管基本面的，高风险的，高回报的哈。那么不是对或者是错，但通常来说，这就是比较投机的一种现象。那么到底我们今天在这个市场上应该是投资还是投机呢？如果说你今天进入市场的角度来讲，它都是进入市场，只是我们叫做参与市场，其实是要跟着市场的什么趋势，然后跟它一起成长。但是整个市场呢，它会波动，比如说例如下跌，不管是去年的关税战的时候下跌，美伊战争的时候，市场也会有波动，联准会的一些政策影响的一些波动，各方面的事情都有可能。如果说今天你不知道为什么而投资，你会很容易很紧张。可是如果说真的你知道是为了什么而去投资，或者你懂得你想要投资什么的，它就会比较长期去看待这个问题。你可能在那个时间点，你懂得这是个好标的，这是个机会发生了，所以我可以这个逢低去捡货，或者是说短暂的风险你不用担心，你愿意去长期持有。所以这个是心态的问题。我们常说市场就是一面镜子，它会放大所有人的一些状态，比如说贪心啦、恐惧啦。所以说真正的投资人要先认清自己本身对于投资这件事情是不是有正确的认知。如果我们自己把自己定位成我去买股票，我是买任何的金融商品，我就是很想要短线快速获利，然后呢听内线，现在看到市场上大家都在干什么，我就一定要干什么，或者生怕失去机会等等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个不正确的心态。那么这些心态都只是因为你把投资视之为投机。真正投资，我们刚刚说了，它其实是因应市场的发展，你去参与它。如果说大家没有办法很快的知道说投资到底应该去买什么东西，至少在心态上来讲，还有一件事情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到的，就是投资市场永远有机会。尤其是最近的市场那么好，你们回建筑历史，过去100年、过多少年都一样，永远有机会去投资，就是代表不要急，你的心态才会一直很正确，并不代表你就慢慢来就说那我明年再投资，我后年再投资这不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如果大家能够理解投资跟投机的差别，差别是在于你的心态，你是想要急功近利，还是你想要参与市场？如果你想要参与市场，你一定会怎么样？比较心绪是稳定的哈。那么如果我们了解到这块之后呢，大家就知道了，其实投资跟投机的差别是，投资不是赚快，它是赚长长久久的哈。你的心态很正确，然后你时间拉长，然后呢你不急不徐，你有目标去投资。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通常来讲，你的风险控管会比较好，你的资金控管水位会比较好。透过长期复利的力量，你们就会发现说，投资其实比投机真的长期来讲能够赚到更多的钱。所以说呢，我们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能够去衡量自己到底在做投资和投机，其实呢有一件事情也是可以让大家去做分享的就是呢，你去看看你的投资是不是让你还算安心，还算这个平静。如果说你今天去投资的过程当中呢，经常的会很恐惧、很紧张、很担心的，我们会把它定位成这样子的投资好像有一点点失序了我们应该要给自己一个建立很正常的一个心态，去找对市场，参与市场，给予时间给予自己时间，也给予市场时间。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才是个比较正确心态的建立。所以说，其实我们可能每一天都要重新审视自己，我今天是不是针对我这样子一个投资的这个想法跟理念呢，是不是维持不变？如果是，其实就不用担心，不用紧张，就看着趋势持续持有，或者是该做动作的时候做一些非常稳定的动作。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反过来看，检视自己的时候，
发现，我们投资的时候常常不是这个样子哦。今天这个涨了很多，我心态很差。然后呢，看到有些人在网络上，哇，这个骂来骂去，基本上讲，这代表什么？代表他心态已经完完全全的不是那么的健康了。那这我们不是那么的建议大家用这样的角度去看待投资这件事情。那么今天这集呢，其实是要告诉大家，进入市场的时候呢，心态很重要。如果你的心态是短线想要高速获利的，不是对或错，但是基本上来讲，它就比较容易流于投机。但我们不是在讲投机，我们讲的是投资。投资一定要心态正确，然后呢，能够给自己比较不紧张、不担心的方式去参与市场。我们一直强调参与市场这几个字我相信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在第2集当中想要告诉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态上，大家应该要有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准备那么接下来我们在未来就想要跟大家慢慢介绍哪一些工具比较适合或者透过什么方式或怎么操作的策略，能够让大家呢在这个比较好的投资的逻辑的情况之下呢，能够有更长远一些良好的一些获利的可能这个就是我们在未来想要跟大家做的分享以上呢这一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呢。又到了我们乐富小学堂的时间那其实我们刚刚呢很简单跟大家聊天的过程当中，有提到了复利。其实复利这2个字呢是这很重要的人家有一句话叫做原子弹很可怕，但是复利的效果比原子弹更可怕。它是一个看起来一开始不怎么样，但是呢时间久了之后很恐怖的一个效果。我们讲单利跟复利。单利基本上来讲呢，就是我们今天投资一笔钱，它所得到的这个利润呢，举例来说，我投资100万，假设它是10%的收益，那么1年之后它可能就是110万，这个10万呢就是它的单利。那如果我把这个单利呢，这个10万拿走了，我继续怎么样，把这个100万然后再去做投资，然后第2年呢还是有这个10万。那基本上来讲，就是每1年都是10万，但是这个10万就只有这样子的10万加10万加10万加10万。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单利的一个概念。如果我们换一个方式来做投资，我们今天投资100万，假设获利10万，那就是这个110万。可是第2年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这个110万投资下去就是没有把这个10万拿走拿去用掉。我们把这个110万，就是这个10万当中呢，这个再加上原本的100万，110万呢，通通拿去继续投资。那你会发现，第2年的时候，假设它仍然有10% 的收益，就是110万乘上什么？乘上10%，你就会发现它结束的第2年的时候就是121万。所以跟刚刚前面那个例子不一样的事情是，原本是100万1年10万，第2年再10万，第3年再10万。所以当我今天2年结束的时候，其实只有120万，对不对？但是其实真正的复利呢，你会发现它会从第1年110万，第2年累积下来就是121万，那是刚刚开始。你用这样的方式来讲的话，10年、20年、30年之后，你发现它的这个效果差得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才说复利的效果呢，基本上来讲是在未来它会越来越大的那么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复利的效果，它就是一个延迟享受或者是延迟消费所产生的一个时间价值的一个累积。我们今天这个小学堂呢，让大家知道复利本身来说呢，是在投资上面来讲很重要的一块加成效果。但是其实你把它想象成你先不用这笔钱而产生的更大效果用这种角度来看，你就会知道，其实复利对于一个想要累积财富的人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必须要去告诉自己去好好应用的一个法则希望大家呢未来在投资上来讲呢，能够透过复利的效果，能够更增长许多的财富。